1，开始！哇！哇塞！5。哇！天哪，太刺激了！1、2、3。太卷了！在9月4日，一家名为极越的汽车厂家为测试车身质量，挑战极限，安全逃生，直接将车从30米高的悬崖上推了下去。车身翻滚几圈之后，直接摔得稀烂，全景天窗、前挡风玻璃直接脱落。这时候，车企老板一本正经地测试车门能不能打开。话说，天窗和前挡风玻璃都没了，还有这个必要吗？而且一侧车门能打开还不能说明它们质量好，还要再来一次。另外一侧也要能打开。确实看不懂这些车企的脑回路，花这么大力气主要是测试车门。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这个30米的悬崖是不是新挖的？怎么一点石头块都没有，那么平整？这是怕磕到底盘了吗？而且这顶多算大点的坡，如果你这叫悬崖，那特斯拉这个叫什么？叫悬崖 Plus？ 还是叫悬崖 Ultra？ 真的不要太搞笑了。后来我又找了一下相关新闻，发现这家车企真的非常奇葩。首先是它的名字叫极越，是吉利和百度合作开发的一个品牌，号称是高端智能机器人品牌。对，就是号称是汽车机器人，所以它有很多独有的奇葩设计。就像开门那么费劲，那么我就干脆不做门把手。在传统门把手和隐藏式门把手之间，他选择了不要门把手，打开车门。光这个半幅式方向盘就花费了2000万研发打造。不过这都算小钱，据说还花费3个亿，把 A 柱后移65毫米，说是有3亿的设计美学。就连车内的换挡方式，也选择了和特斯拉一样的屏幕换挡。不得不说，这花里胡哨的还真对得起百度的名字。不仅如此，还有很奇葩的方向盘转向灯，嘿嘿，他把转向灯控制开关集成在了方向盘上，还是反人类的触摸按键。本来打转向灯就烦，现在更烦了。第3，取消充慢充口。如果你有加充装，想让极越07喝上一口3毛钱一度的便宜店，不好意思，这车只有快充口，家用充电桩的头插不进去。第4，跑到快充站，下车拿着充电枪按下充电口盖，你以为这盖子会自动弹出来？不好意思，你要站在车外，像傻子一样先呼叫你好 CMO， 打开充电口盖，它才能缓缓开启什么。如果你不是车主，车是借来的，不好意思，声音识别不匹配，老老实实钻到车里，从大屏幕上开吧。可能是因为奇葩的设计，导致车辆销售不佳。作为车企的 CEO， 还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哭了一鼻子。觉得我们做产品真的很用心，非常用心。虽然大家觉得我们做了很多反人类的设计，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会被大家认可的，因为大家想一下，真的自动驾驶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对吧？我们做 L4定义的车，大家都知道，都是把方向盘去掉，更不要说拨杆和换挡，根本不需要你去做。作为他的远房表弟，有款吉时汽车真的做了一件大事，把马桶装进了车里。大家关注的车载马桶在哪里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车载马桶，而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针对于7座版本的中岛储物盒，主要用于储物，但是呢，里面收纳了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马桶圈，可以把这个马桶圈拿出来，套上我们的一次性的这种塑料袋，在里面还有一些凝胶，这样的话，在应急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啊，包括一些女士在户外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就可以应个急。所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我们专门在为了车做一个马桶，不是的，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中央扶手，只是可以把它小改一下，变成一个应急的一个马桶。算你小子机灵，应该是没想出来车载马桶这种设计，索性拿出个马桶圈来了事。如果下面装个电磁炉的话，那就变成了车载火锅了。有网友就表示，即使应急也不行，会成为一辈子的阴影。有个娘们在扶手箱里面拉了一个大的。也有人担心屁股比较大，万一卡住了怎么办？
开了6年以上的电车，我让你们以旧换新，哎，你们不换，那我只能让你们强制报废了，知道吗，兄弟们？新能源车的年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就要来了，一直喊着油电同权，油电同权，结果电车购置税没收，养路费没收，强制年检倒是先同权了，已经板上钉钉了，明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电车强制年检，6年以上的纯电、增程、插混都要年检，而且涉及的检测项目非常多，什么电池安全性、充电安全性、电池温度，全都是必检项。还有车主们最关心的电池容量保持率都在检测范围之内。以这样的标准，你再瞧瞧6年前的电车，它能不能通过检测呀，都是个问题。而且我们都知道，强制年检的意思就是你的车如果检测不合格，那就意味着不让你上路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将有一大批电车将要被强制淘汰了？本来那些老电车呀，虽然说续航短点，充电慢点，但也能凑合开呗。恐怕这下只能被迫以旧换新了。我就想问问那些老电车车主们，你们慌不慌？尽管如此，新能源车销量还是一路飙升。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品牌，就是极客汽车。之前我们频道有说过极客汽车降价维权的事件，有网友就问，今年买车到底怎么才能不被刺呢？基本就现在的情况是无解的，只能靠命。8月份，极客老车主们的维权风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平息。有的老车主自嘲韭菜，有的老车主试图去成都车展讨说法，而有的老车主则已经被伤透了心，在投诉无门之后，选择低价出售新车，在出售的新车中，甚至还有行驶里程100公里刚入手的新车。可现在看来，当初的极客汽车一定就清楚地明白，相比新车主的涌入，对老车主的背刺又算得了什么呢？9月1日，极客汽车欢天喜地的官宣，8月交付18015台，同比增长46%，环比增长15%。1至8月共交付121540辆，同比增长81%。可以看出来，极客汽车数据相当漂亮，这让人不得不想问出那句：消费者的记忆是否只有7秒？其实在此前，并非第一次发生老车主被背刺且维权的事情。2022年理想 ONE 换代风波，当时的热度比现在这件事还高，当然两件事也非常像，唯一区别是理想当时官方完全没有任何辟谣，理想 L8 突然就发布了。特斯拉也是如此，很多次有消息透露特斯拉要降价，但问到店里销售却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结果没过几天，特斯拉突然宣布降价，然后消费者去维权。当年2024款极氪001发布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事情，但因为彼时2023款已经处于周期末期，终端市场价格也已经下探了，所以反响并不强烈。这样的事情遇上了，只能说自己眼光和运气都不好，似乎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车企们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推出各种降价促销手段，老车主们的声讨似乎并没有让车企停下降价的脚步。车企甚至会觉得，消费者会不会选择一款车，是因为其产品力本身，舆论永远都是一阵风。就像某汽车博主所说，老用户口碑、新增订单数、资本市场反馈，这就是智能电动车迭代加快之后形成的不可能三角。如果你是安聪慧，你要怎么选？你又能怎么选呢？一辆新能源车如果全部当零配件去卖掉，大概值多少钱？今天我们把这辆新能源车所有的零配件全部拆散在地上了，那我们估算一下看，如果当旧件大概值多少钱？最重要的就是电池包，是不是？这是520续航的26组电池，一组电池就当它拆车件1000块钱一组，就26000了。电池的电脑板，四 S 店曾经要卖到8000到1万块钱一个电脑板，那么现在你觉得1500块钱值不值？还有的电池上盖，四 S 店以前要买的1万多块钱一个上盖加下盖，你说这个盖子800块钱有没有人要？真不行，500块。你看，还有甚至这些高压线，我们打个包吧，算300块钱行不行？那还有驱动电机总成，四 S 店卖13000，我卖3000块钱行不行？差速器7000，我卖1200行不行？还有这些高压线，这个卖50吧。加热器总成，四 S 店2000块钱左右，我们卖300块。前面还有空调压缩机，这个车虽然跑了40几万公里哈，空调压缩
件拆掉当二手配件比较值钱的。最近做电视的创维老板又一次引人关注了。2024亚布力企业家第20届夏季年会上，创维汽车创始人黄鸿升表示，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后，发现电动车零排放。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车内空间很小，气体平衡。我每天中午在创维汽车内午睡1小时，10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所有的亚健康问题全部消失。这不是黄鸿升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传创维汽车的保健功效。更早前，他宣称开创维汽车寿命延长30年，每位车主都能享受100岁人生。今年北京车展期间，他表示创维电动车可以缓解高血压、提高免疫力、消除习惯性腹泻。创维汽车曾针对黄鸿升北京车展期间的发言澄清称，创维汽车关于健康科技的外宣口径无治病、延寿等表述，黄鸿升先生从未表示个人相关经历具有普适性。也有网友表示，电动车的功能超出人的想象了。这个我没见过这样车，你说你在车里边睡觉，每天中午睡觉睡10年，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车里边污染物排放值是多少？据我所知，国6标准里边有一个尾气排放值，还有一个车内气体排放值，这个标准可是随着国6出来的，国6才几年呢？您这多少年了？您睡那里边睡10年没中毒吗？亚健康问题，你说你在车里边睡好了，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这玩意儿您这么说合适吗？您这个比较相信中医，万一有个中医大师天天给您开这个健康食谱，您是不是也能改善呢？睡觉能睡好吗？而且还是个睡午觉，反正我听着我是不相信，我希望您能说服我，说服大家，说服医学界。如果那样太牛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您这卖的是车呀，还是医药品呢？在我的认知范围内，车没这功能，您可以说您这车是环保车，您用什么什么材料，您的车内气体排放达到什么什么水平，但是您说这车能治病，这我不信啊。如果您说您卖的是药品，您有许可证吗？如果没有，对不起。您说清楚您卖的是什么？如果您这是真的，那真的是造福全人类，那真的值得推荐去拿诺奖。屠呦呦拿诺奖了，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他那不是还得吃药吗？您这在里边睡一觉就睡好了，这比那厉害多了。但话说回来，您这要是假的呢？您是不是涉嫌行骗了？中国汽车要干到这份上，那绝对骄傲啊！如果是个骗子，那一铁锹拍死算了。鏡頭前呢位尊貴嘅來賓曹達華綽號重案組之父，江湖人稱濕水馬達，又名穿山甲，係一個軟飯硬食嘅過江龍。憑借住佢太公祖傳落嚟嘅寬長絕學吹濕掌，同埋自身嗰條無論喺待機定係使用期間，都好似如意金剛棒咁軟中帶硬、柔中見剛、乾濕相沖嘅病咒，令佢可以長期喺北上廣深嗰啲80歲停晒經 BB 嘅圈子入邊一棍難求，毫不誇張咁講，未中過佢傳說中嗰招吹濕掌嘅婆乸，可以講得上人生有遺憾；但中過佢另一招大柒金剛掌嘅妹子，就可以講得上落定遺囑啦。除非對手識得吸精大法，如果唔係，輕質就當食補品，重質就掛定急診。呢一個技能，連我老表丹春飄渺的塵埃狀態最巔峰嘅時候，都有住幾個大柒羅賓遜嘅差距。而家由我大豬呢個祖傳皇室聯手代步車場獨家冠名贊助嘅近身格鬥電影《倫理三部曲》，鹹濕保姆賤東家、巨根家丁負心漢、猥瑣老爺掹西毛，就即將力邀呢位重案組之父擔正主角，為斗友本色出演。咁喺度，我哋問一問濕水馬達有冇乜嘢心得可以分享俾啲影迷啊？上班一條蟲，跑嘢一條龍。